大家晚上好，声音这一次没有问题吧？让我稍去处理一下。我们早开始个几秒钟，然后好，这个其他平台不知道，只关注一个 B 站，其该遥遥领先还是遥遥领先，矩阵号一个都没停，其他汽车媒体该发啥还是发啥，世界一片祥和宁静，就懂车帝成了小丑，一声哀叹，这个倒也不至于了。嗯，其实大家现在都在想办法发这个新的，这个叫什么来着？发新的版本啊，就是发新的这个智驾的 OTA 更新。就是有些东西你没法跟他讲，但是呢，这个就或者说不回应嘛，不回应有时候其实是正确的。今天我们就要讲一个回应正确还是不回应正确的地方。这个事情啊，就是有的时候你回应不好，干脆就别回应。我把眼镜换过来。封面怎么跟这是什么字不认识啊？背景里的你神似良天啊，这个无所谓了。在天津吃啥了？哎呀，天津吃好吃的。我是昨天9点钟，基本上是9点吧，开车往天津走，不到9点，8点40开始开车到天津走，然后呢，快到11点的时候到的天津，啊，2个小时。到那儿以后呢，准备啊，然后下午是从2点开始讲，我先讲了1个小时啊，就是做了一个 PPT，讲了1小时，然后跟大家好好聊了一下。那个地方呢叫天津智慧山，智慧山的这个孵化器的负责人应该是，它实际上是个地产项目嘛，就是这个孵化器的负责人，还有他们的一些等于当地的一些朋友吧都在。然后相互之间介绍完了，都问了一些问题，然后我再进行了一些解答之后，大概就到5点半了啊。所以呢，我基本上是从昨天下午2点讲到了5点半，然后呢，又从5点半跟他们吃饭啊，在天津吃了顿大餐，一直聊到了几点啊？一直聊到了8点。所以呢，我应该是从昨天下午的我应该是从昨天下午的2点一直聊到了8点啊，大概是讲了6个小时的话。所以今天的状态呢，就稍微的差了那么一点点啊，所以今天我们就讲一个简短一点的小话题，然后呢，后边我们可以稍微的闲聊一下，如果你们提出问题，我们就闲聊，如果没有什么问题呢，我就稍微休息休息。因为我8点完了以后还开了2个小时的车开回北京。我虽然比较喜欢自驾四处乱溜达，但是毕竟这个体力呢，没有原来那么好了啊，所以，这个今天的体力会稍微差那么一点点，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然后昨天哎，反正也好久没跟别人吃这种就是，正儿八经上一个圆桌去吃饭了啊。昨天还是吃了不少好东西，但是具体吃什么其实也没有什么特别深刻的印象了。来了啊，欢迎！我直接从菲尔的饮食节目跳过来蹦过来的。这个我是不怎么看饮食节目了啊，文明七我花钱买了，但是没好好玩啊。我先吃瑞发他汀钙片，好吧，我这个已经吃过了。其实可以说说理想汽车跟重型卡车对撞，这个事儿呢没什么可说的啊。咱们就是你要提了嘛，我们就先聊2句吧。这个最近呢有好多话题啊，
就属于是没法讲啊。到这个不是说这个不知道该说什么，因为大家都在说，然后呢，关键是对于我来说，就说不出什么新鲜东西来，所以就懒得讲。你比如说像武汉大学的事情啊，像这个前面有一个19岁的小孩在上海打车被人坑了900块钱，最后自杀了的事情，对吧？包括像这个理想跟这个就是卡车对撞的事情，这个就你也讲不出什么东西来，对吧？他这种卡车对撞，那个卡车我后来查了一下，空车至少有6吨重。然后你撞上完了以后，肯定是人家前头那斗上的这个钩子没给人打开，对吧？而且这个撞的速度，我是不相信它有100公里的，100公里撞根本压根不是这样的，100公里撞这个那个理想那车直接就不见了就。所以这个怎么说呢？现在等于大家就玩脱了，玩脱了就只能等，对吧？今天还有一个消息是，就是开播之前，香港法院也判了，就是暂时吧，宗馥莉不可以去动这个18亿美金的里头的这个钱，对吧？这就是信托，对吧？这个都是在发生变化的，包括这个李嘉诚也在这说，我无愧于香港，无愧于祖国。从我的个人人格上说，我也无愧，对吧？那这个他既然能讲这个话，就基本上就属于诀别了嘛。就是很多这样的话，就是你没有什么，就是你没什么可讲的这个东西。看那副瘦了没？没瘦啊，还是原来那个样子。范老板吃好了，可以有力气减肥了。现在还有想法控制体重吗？其实我一直没有太控制体重啊，只是在家呢，我太太会控制，然后出去呢就吃一些东西。但是怎么说呢？我今天最主要的问题还是体力没有太恢复过来啊。这个可能周末还要再稍微的休息休息。武大图书馆的事情气死我了，气到我了。对，这个事情也气到我了。啊，我也有儿子，然后呢，这个你说让我怎么教我的儿子？但这个事儿就是你除了生气之外，真的没有任何其他可讲的东西，对吧？还有像那个现在这个放的电影什么《南京照相馆》，你说这种电影我会去看吗？我不会去看。但是呢，这个我也不妨碍他放，愿意放就放，对吧？这个有人愿意看就没问题，因为这种电影你看完了以后，除了仇恨，你不会感觉到任何东西。啊，这就没法整，应该找凯迪拉克撞。哎，这个反正他们就没法整了。汕头大学倒霉了，汕头大学咋了？我还不知道。李嘉诚不行了啊，这个把这个香港的祖宅卖了，对吧？这是肯定准备走了嘛？你为什么敢回来？难道不会没事吗？什么意思？没看懂这句话什么意思啊？我能有啥事儿呢？好啊，现在有92个人，我们准备开始讲今天的故事。今天就只有一个故事，啊，就是爱康国宾的这个故事。但是这故事呢本身并没有那么复杂，我们主要还是看看这种塔西佗陷阱应该如何形成，如何去规避吧。这个才是真正想去讲的故事。对，你们都点赞了没有？点了赞，我们好继续讲啊。好，开始讲今天的故事。我想想应该怎么开头来着？我怎么这个脑子有点没转过来啊？啊，对，这儿呢。大家好，欢迎收听老范讲故事的 YouTube 频道。今天咱们来讲一讲这个爱康国宾，给大家演示了塔西佗陷阱到底是怎么实现的。这个里边最著名的一句话叫“几百块钱就想查出所有的病吗？”啊，这个真的是最近的一句新的名言。首先，这个事情是怎么开始的？爱康国宾跟张律师之间的一个纠纷啊，叫张小玲，北京的一位律师，连续做了10年的体检，没有任何事情。2013年到2023年都做体检了，到2024年10月份，张女士在北京大学国际医院被怀疑右肾透明细胞癌，随后进行了右肾摘除手术啊，割了一个肾。2025年2月，张女士在国外医院检查时被确诊为
肾癌骨转移，且骨转移已经达到了晚期程度。那么这个呢，我今天还问了一下 ChatGPT 啊，这个已经基本上没有办法治愈了啊，就是彻底治好已经没戏了。所以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呢，就是想办法延长他的生命，对吧？让他剩下的生命呢，可以这个更长一些啊，或者说生活的质量再稍微高一点点，也就只能如此了。所以7月份呢，张小玲律师发了律师函，要求爱康国宾解释啊，同时发了这个社交媒体啊，指出啊，这个爱康国宾做的是假体检，你给我检了10年都没事儿。因为大家要知道，这个肾癌啊，你有可能发展的很快，但是肾癌骨转移这件事儿绝不是1天2天或者1年2年就可以搞定的事儿。那么7月17号呢，爱康国宾做了一个回复，这个回复呢还是比较中规中矩的啊。第一，表达同情，说这个张女士你生病了啊，这个我们很同情你。第二呢，说我们自己查一下啊，看看这个底单是不是都在，你当时体检到底都做了些什么。然后呢，我们也要去找一些第三方的机构来评估一下，对吧？以当时我们检查的这个结果，是不是可以这个确认您是有癌症还是没有癌症，到底是一个什么情况？如果爱康国宾有责任啊，会负责的。同时呢，也强调了一点啊，叫肾癌早期是比较难发现的，对吧？属于前面基本上人话，最后一句呢，算是给自己呢找了一个挡箭牌啊，就是不是什么癌症都很容易发现啊，肾癌比较难发现。到7月30号呢，就反转了啊，强势回应，同时翻车。上来先讲了，说几百块钱就想查出所有病吗？这是不可能的，对吧？大家知道体检这个事儿呢，我们一般人都使用的是单位套餐啊，或者是一些福利套餐吧，也就是几百块钱的这种比较便宜的套餐啊，因为这种东西它需要面对单位进行 to B 销售嘛，所以它要打很大的折扣，对吧？那么它所能够承担的这种检测成本就会非常非常低。但这个话呢是个实话，但是你不能这么讲啊，这个话一说出来就出名了。再往后呢，去讲说这个这个张女士啊，你也不怎么去选这个更贵的套餐，这话呢其实也是个得罪人的话啊，后边咱们具体分析。2023年呢，说你体检报告上我们是有提示的啊，上面写了说你这个里头有一些病灶，但是呢，这个肯定提示的并没有那么严格嘛，或者没有那么够啊。但是我们2023年体检报告上写了，现在呢，为了维护1.5万名员工的尊严啊，我们决定起诉他。这个起诉一个律师啊，这个但不是说律师就不能起诉，但是起诉张小玲这样的一个律师的话，我觉得他脑子进水，而且彻底的翻车了。那么有人呢就去提问啊，说你爱康国宾现在有1000多起投诉，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大概现在有1300起针对爱康国宾各种的漏检、错检和其他的一些投诉。在这个时候，直播突然中断了啊，以后再也没有恢复回来，所以呢，影响极其的差啊，就属于是，整个这个事情你就没解释清楚，还给自己引了一身的雷，然后在别人提出这个关键问题，你需要解释的时候，直接把直播掐了，这个实在是我没见过比这更愚蠢的回应了啊。那么，为什么我们今天讲塔西佗陷阱啊？首先讲什么是塔西佗陷阱，叫一旦权威或机构失去了公信力，不论说真话还是说假话，做对的事情还是做错的事情，都会被公众解读为不可信、不善意啊，这个叫塔西佗陷阱。以古罗马史学家塔西佗命名，他在编年史历史中对失信后的统治社会互动所揭示的一个规律啊，这个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故事。触发塔西佗陷阱的机制是什么样呢？第一个叫长期失信，丑闻累积，以这个为开始，然后呢会造成叫信任断裂和解释权旁落，就是你解释任何东西没人信了，特别是那种强调最终解释权归我的这些啊，这个都实际上是解释权旁落。最后呢，就会任何信息都会被反向解码，就整个的社会就会陷入一个塔西佗陷阱里面去。公告被视为掩盖，纠错被解读为演戏，
沉默被认为是心虚啊。现在我们可以看一看国内的很多的社会现象，是不是符合刚才我们说的这个规律啊？公告是掩饰，纠错是演戏，沉默是心虚。但有时候你宁肯沉默啊，因为现在呢新闻很多，沉默一段时间没准能混过去。这个公告呢，经常还掩饰不好，还掩饰翻了啊。像刚才我们看的爱康国宾7月17号的公告呢，算是掩饰了一下啊，但是7月30号这个纯属翻车。再往后啊，这个政策措施的正外溢效应被忽视，比如说我做了什么好事都会被忽视掉，负叙事占据上风，就跟咱们中国人说的叫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就会变成这样的一个状态，对吧？政府、企业、平台、KOL 等，只要存在公信、行动、反馈系列的关系链啊，就可以陷入到塔希特陷阱里边去。所以塔希特陷阱这件事呢，并不光指政府啊，所以我们跟政府没有任何关系啊，不要过度解读这件事情。再往后呢，咱们来讲一讲体检跟假体检的事情。2018年呢，这个假体检这个词儿是谁提出来的呢？是爱康国宾自己的老板提出来的啊。他批评行业里头啊存在假体检的现象，比如说用护士来去冒充医生啊。咱们去看很多的体检中心的时候啊，特别像内科呀，还有很多这种科室，会有一些医生啊，但是这个呢，很多都是护士。就没有从医资质的这些人啊，就去冒充医生来去做体检了。还有很多的呢，抽了血以后直接就扔了，对吧？压根就没有去验血，因为验血还是挺贵的，对吧？直接在那个报告上写个合格就完事儿了。爱康国宾自己呢，其实也有很多问题啊。他现在有1300多起投诉，大量的诉讼也在围绕爱康国宾啊。有些诉讼呢是漏检啊，或者是错检。还有一些呢是叫做告知义务没有尽到，就是出事了，但是你没告诉我啊，这个都会被起诉。但是中国呢比较简单是什么呢？就是在中国漏检败诉了以后，你赔不了多少钱啊。在中国有一个案例是也是一个癌症案例啊，就是说我去体检了，体检完了以后没有查出任何问题来啊，但是呢去医院再去复查的时候发现是有癌症，对吧？那么这个最后法院判体检中心败诉，然后赔多少钱呢？500块啊，赔500块体检费啊，就算是相当于你买了个假货嘛，就相当于仅退款似的。所以呢，对于他们来说，就是败诉一次的成本其实是很低的啊。就算有个别的案例最后会赔付医疗费，也就是几万块钱的事儿。对于一个曾经的上市公司，或者说有上万名员工的一个机构来说，赔几万块钱真的不是什么大事儿啊。所以呢，他们有的时候真是说我宁肯打官司啊，我也不愿意认真去给你做体检。国内相关的这种诉讼呢，大多是漏检和通知不到位，但是还有一些比较过分的是什么呢？有一个诉讼是体检的时候忘记换手套了啊，就上一个人体检完了，戴着原来这个手套，接着给下一个人体检，然后导致呢被体检的人感染了妇科病，然后他去诉讼了，结果这个上诉的人还败诉了啊，法院判定无法证明感染与操作不当有直接关系啊，这个就属于比较过分了。你像他省钱嘛，手套这个东西啊，你没有办法一人一换啊，最后导致了一些交叉感染。所以呢，在中国体检这个事儿本身就属于是相当糊弄事儿的事情。我自己的亲身体验是什么样的？就是在公司上班的时候呢，确实每年都体检，因为公司呢会购买基本的一些套餐啊，也就是几百块钱这种东西。我呢感受第一很拥挤啊，这个体检中心的人很多，然后排队非常的严重，体检的这些甭管是护士啊，这个导引的人员还是医生，态度都很烂啊，这是第一个感受。第二个呢，就是它的整个的设施设备和这个装修都非常的破旧啊，这我还是在北京呢，对吧？这个反正就是各种的将就。然后不断的呢向我推荐高端的服务和套餐啊，一上来就是说，哎呀，你这个好像不太够，你再买点别的吧。我估计他们也是有 KPI 啊，但是在他推荐这些高端服务的时候，信任就在不断的
流失了啊。在这样的情况下，这个高端服务推荐成功的几率应该也是非常非常小的。抽血跟检查的人员呢，专业性也不高啊。这个，因为像我这种胖子啊，就是说你在这个胳膊上抽血，还是有一点小难度的啊，因为他有时候找不着血管，对吧？这个你到医院里去抽血，哪怕很年轻的护士给你抽啊，一般都不会有太大问题，1针2针都可以抽出来。但是在体检中心的话，经常的是需要抽3、4次啊，才有可能把这血抽出来，所以可费劲了。然后至于检查人员啊，说是医生啊，但是就是第一个岁数都很大啊，很多人说我们是退休医生啊，还有一些人就真的看着很不专业的人再去给你做检查。这个我失业以后呢，就再也没有去体检过啊，因为让我自己掏钱这事儿肯定就不去了。我呢现在是定期的会到医院里头去抽血开单子做一些这个挂号的检查，以此来去确认自己身体健康，对吧？但是这个体检中心这个事儿呢，就真的不再去了。我母亲现在还在定期的做体检，因为她呢是个退休的教师，学校呢还会有这种体检的套餐给她。然后呢，她去体检了以后，给我的评价也是绝对的假体检啊，不可能是真的。为什么呢？她给我举了一个特别有意思的案例，她说他们一堆的老头老太太啊，这个退休教师都去，然后呢，每一个人都高血压，然后推荐各种的治疗跟药物。然后这帮退休教师们呢，在学校的卫生院呀、家里头都有血压计，自己呢也会不停的进行监测，在家在学校卫生院的血压都不高，到了体检中心就都高啊。然后呢，你说我这血压高了怎么办呢？说你再上我们来再去买点别的吧，对吧？这个就等于一点信任都没有啊。有人送体检套餐啊，不做白不做，我妈还是会去做的。真的有毛病了，也查不出来啊，他也不相信他们能够查出任何问题来。对方提醒的所有的这个，比如说需要你进一步体检的这个事情，我们一律认为他们是在推荐我们买新东西啊，所以绝对不相信。这个就属于彻底的没有任何信任可言了。只要是自己花钱，坚决不去啊。有人这个送体检啊，就去那儿蹭一下，这个他在这儿跟我的这个观点，就是对于体检的消费的这个心理是完全一致的。大家还记得甘肃天水的血铅中毒事件吗？那个检测结果，很多人就说：“哎呀，你说这个医院是不是被人打招呼了，对吧？是有多少人这个多大的官员去告诉他们要把这事压住，他们再去改这个体检单，压根儿就不需要啊，不需要人打招呼。当发现结果与这个自己的经验不太对的时候，一定是我没测准，或者是我的仪器、我的试剂、我的这个测试流程有问题。”不可能是有人有这么高的血铅，对吧？再测一次呢，显得很不专业，写个大差不差的数字就可以了。所以就是这么个简单，就是从上到下都是草台班子，都在那糊弄呢。信任呢，现在已经完完全全失去了。对于体检中心来说，完成竞争和销售与服务质量、品牌信任已经完全无关了，所以只需要投入销售成本。打点好体检套餐采购的负责人就可以了啊，其他的都可以降本增效了。像这些体检中心，他们现在大概50%以上，甚至有些到70%的这个销售都属于是企业客户啊，就是我卖套餐给你，然后卖这个基础套餐给你，然后呢，很少有个人说我单独的我想去买一份体检，我要去给自己的去试一试，这些人是非常少的。至于买他这种很昂贵的这个体检的这些人呢，也很少啊。什么人会买这个很昂贵的体检？就是我们现在比如去买一些很贵的保险，它里头会送这个叫体检套餐啊。你只要买了我的保险，我就让你每年去体检。然后呢，他们如果是买的保险非常贵的话，会给你买这个很贵的这个体检套餐。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比如说这个就是卖体检这个。叫做采购体检吧，应该叫采购体检的这些办事人员啊，他们有时候会赠送一些比较昂贵的体检套餐给他们，对吧？比如说一个单位啊，今天我们单位有200人要来体检啊，那么这200人体检的套餐里头呢，这个可能我们给你3个领导还是5个领导啊是比较昂贵的，然后呢，你这个办事的人我送你一个昂贵的，
然后其他人都是这个标准的几百块钱体检套餐就完事了，他大概是这样来去进行消费的。中国的整个体检行业现在变成了一个什么样呢？中国体检行业大概70%是在公立医院进行体检，这个医院是有体检科的啊，不是说你去挂内科外科啊，是有体检科，但是我也不会去挂体检科的号啊，我一般去医院都是会去挂什么内分泌啊，或者是心内啊，让他们去给我开这个什么验血呀，或者是B 超啊，或者开这样的单子，我去做一把就完事儿了，但是大部分人其实是在公立医院体检的，30%左右呢是民营机构去体检，像刚才我们说的这个爱康国宾呢，就是一个民营机构。中国最大的民营机构是谁呢？不是爱康国宾啊，它是老二，老大叫美年健康，它呢是就美丽的美年纪的年美年健康。2024年呢有2525万人次的体检在它这儿，这个爱康国民是老二，2024年有1000万人次在这里，美年健康呢是美股上市公司但是呢上市了以后被做空它最后就不跟人费劲了，直接退市了。国内呢重新上市，现在呢市盈率是18.55压力很大，因为现在这些体检中心的盈利能力都非常非常差。爱康国宾呢也曾经在美股上市但是因为他觉得估值就价值被低估了，所以呢私有化退市。大家要注意很多的中国公司跑到美国上市了以后，都会以价值被低估为由去退市。像原来我在的盛大也是这样的盛大在美国上市，然后认为价值被低估了退市。这个呢，其实都是想干嘛？就是想在国内重新上市你什么地方价值高估你，就是国内。然后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在美国你上市公司想去靠股市去圈钱割韭菜是没那么容易的。对吧？你在国内你可以干的很多事情，在美国你干不了，因为我们原来在猎豹移动在美国上市了以后，这个富盛就说：“哎，不对这个人家上市了，都吃香的喝辣的，咱们怎么上市的？每天跟这个受气小媳妇似的，对吧？”然后我们的这个审计合规的部门的人就跟他讲，他说：“对，谁让你选美股上市了你要在中概股上市，你可以天天割韭菜不叫中概股，就是 A 股上市，你可以天天割韭菜。你在美股上市就没戏你就得老老实实按人家规则做。”人家规则很严你做不好还会被抓还要去坐牢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所以这样呢就会说估值过低私有化退市。然后呢，到目前为止，爱康国宾呢并没有重新在国内上市，它呢 VIE 也没有拆干净，盈利能力呢无法满足上市要求所以呢国内现在上不去的一个状态。国内整个的这个体检的行业现在是什么样的？2023年疫情之后有一个报复性增长大家赶快都要去体检一下因为很多的体检在这个疫情期间并没有做嘛，所以要赶快做一下。但是呢，在2023年之后，各大公司降本增效有些降本增效说算了，我们就不做了不买这个体检套餐了。然后呢，这个失业的人也变多了，因为像我这样的人一旦失业了以后就不会再去做这个体检，所以呢，去体检的人呢自然就会变得少一些。这个现在这就是整个中国的体检行业就是这样所以他们也可能会去找一些这个，比如说销售一些这个奇奇怪怪的药物品或者销售一些这个叫做什么治疗方法也会用这样的方式来给自己增加一些利润吧，就更加不可信一些。好咱们讲到这儿呢，回到张律师跟爱康国宾之间的纠纷，他们到底在纠纷什么事儿？张小玲律师呢，他使用的是什么保险使用的是什么这个体检套餐呢？他使用的是北京市律师协会统一采购的体检套餐做了10年的体检，从2013年一直做到2023年。爱康国宾呢要起诉使用北京市律师协会体检套餐的用户，我觉得脑子真的是进水了你说我起诉单个律师这事儿没毛病，有的是人愿意接你这活儿，对吧？你最后要起诉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可能为你做这个上诉的律师他自己也是拿着北京市律师学会的体检套餐去体检的人，这个
看看这个官司怎么打吧。啊，这个还是非常值得期待一下的啊。因为本身呢，肾癌啊，它的隐蔽性是很高的，而且癌症的发展呢也不是线性的，可能会长期的隐藏啊，然后这个在隐藏期间，你普通的套餐无法检测到也是 OK 的。发病之后快速发展啊，就是我去年没检测到，你今年突然就有了这件事儿呢，因人而异啊，不是说不可能发生，这个可能性并不是那么小。举证关系倒置是在这种保险或者说啊不是保险，举证关系倒置呢是在这种体检相关的诉讼里边必须要去做的一个事情啊。什么叫举证关系倒置？就是原来我叫谁是这个举告谁举证啊？比如说我今天要去告体检中心了，我要举证啊。但是呢，在医疗行业和保险这个体检行业都是举证关系倒置的，就是我只要怀疑你没给我体检好。啊，或者我怀疑你给我治坏了，由医生来去或者医院或者体检中心来去举证说我没有给你治坏啊，这叫举证关系倒置啊。这一块让他后边慢慢的去告吧。如果确实是漏检了啊，虽然呢说不太过去，但是呢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的事情啊。就是像他们这种糊弄事儿的事嘛，也还是有的，对吧？但是你如果真的漏检，你就好好赔这一个项目不就完事儿了吗？本身不是什么大事儿，对吧？现在呢是检测出来了啊，有可能病灶，但是呢没有尽到通知义务。其实现在大家争议的并不是说检测没检测出来。2023年，也就是这位张小玲律师最后一次去做体检的时候呢，他体检报告上写的是右肾有钙化灶啊，这病灶的灶，但是呢并未告知他有患癌的风险，因为呢这种钙化灶点呢有可能是癌症，也有可能是别的乱七八糟的事情。啊，只是给他写了一个右侧有病啊，这个钙化灶。然后呢，这个医学专家也指出了啊，这种钙化灶是需要和肿瘤性病变鉴别的，尤其呢需要动态的随访观察。体检机构呢未建议进一步的检查或提示随访涉嫌违反诊疗注意义务啊，就是他肯定有一部分义务没有尽到。张女士声称呢，爱康国宾未履行到充分的告知义务，而爱康国宾呢则认为说，我已经在报告里写了呀，后边该你自己的事儿，跟我没关系啊，对吧？我已经尽到了告知义务，所以这个呢是本案的最大的一个争议点。张女士呢也声称说，我给爱康国宾打电话了啊，打电话的回复是什么呢？说有问题的话，报告没出来，我们就给你打电话了啊，这个确实是。这个体检中心比较爱说的话啊，只要真有问题的话，我们会提前通知你的，根本等不到你拿报告。说你没有接到这个我们的电话，就说明你没事儿啊。这个是这个所有体检中心的习惯的话术啊。所以呢，这个张女士也拿了这样的一个录音出来说，你看他们告诉我没事儿啊，对吧？所以我这个肯定是没有尽到告知义务。有些行业呢和商业模式天生就属于不受信任的这个商业模式啊，这个体检中心实际上就属于一个天生不受信任的一个行业。那你说体检中心给我们做个检查，为什么会天生不受信任？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这个首先啊，要想清楚一点，没有办法保证所有生病的人都可以被提前检查出来，这个事儿是很明确的啊。你糊弄也好，认真也好，都没有办法保证100%的生病的人都可以被检测出来，对吧？他们都是说，哎，我们检测了以后提高了早期发现癌症的这个可能性，对吧？如果你被早期发现了啊，那你就有可能会得到救治，提前的救治，这个是正确的话术，但是。到底有多少被提前发现了？到底有多少没有被提前发现？其实是没有办法去量化的。虽然他们自己经常会拿一些数据来吹牛，但是呢，对于其他人啊，给这个体检中心更大的信任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因为什么呢？咱们做一个概率来去分布吧。体检没事儿，最后真的没事儿的这些人啊，这个其实是一个普遍现象，绝大部分人是要属于这一类的。我查也没查出毛病来啊，最后也没事儿。那么这些人呢，对于体检本身是无感的，所以他也不会出来说你做的真好或者做的真不好，对吧？这个是不会发生的。那么体检有事儿，事后进行了提前干预治疗啊，这是少数的。对于这些人来说呢，后续的
这个业务发展其实就是后续体检中心的业务发展是没有帮助的你不会说我在这儿这个体检了查出有癌症了，然后我去这个治疗治好了，然后我给你送个锦旗，你下回就可以更好的去战胜竞争对手，跟他也没关系，对吧？那么体检没事儿，但是事后发现有事儿，这些人呢其实是更少数，可能极少数的一些人。你要想光2024年爱康国宾是1000万人去体检然后他现在的投诉是1300件，所以他的投诉量实际上也就是1%，并不高，对吧？这个就是我们看到1300件，这个大家觉得很多很多，但其实数字不大。那么这极少数的人呢，会四处嚷嚷、四处闹，闹得满城皆知。所以对于体检行业来说，就是一个天生不受信任的一个行业，因为对于他来说，所有的坏事都会快速传播，好事反而传不出来，或者说大家觉得无所谓，这就是你该干的，对吧？我交钱了。那么你说除了体检之外，还有哪些行业是天生不受信任的这种商业模式呢？其实大家有一些比较熟悉的行业是这样的比如说抽奖彩票、赌博都属于是天生不受信任的。那我上去10赌9输，我输了以后，我一定会怀疑这个赌场出老千的。我买彩票中彩的人总是少数，我一定会怀疑彩票里头有问题的，对吧？它就是这样的一个天生不受信任的这种商业模式。像2015年、16年的时候呢，有一个特别有趣的这个商业模式，在移动互联网和互联网里突然火了一把，但是就火这2年，火完就没了。这个商业模式叫什么？叫1元夺宝。怎么玩呢？每人付1块钱，1万个人付钱了以后这时候不是付了1万块钱了吗？这个时候呢，买一台 iPhone 出来然后在这1万个人里抽出一个，把这 iPhone 给他寄去这叫1元夺宝。当时玩的特别火，所有的像咱们现在看到的什么抖音什么都在搞这个东西1元夺宝当时我们还有一个团队做这样的一个产品，后来做了一段时间发现不行，做不下去。为什么呢？大家想想，1万个用户每个人交了一块钱但是最后满意度是多少？满意度是1%，因为只有1个人抽了嘛，剩下9999个人都没抽着，对吧？那你做的再公平公正，这个9999个人里头比如说有1半人相信你是公正的，那剩下1半人还是不相信你是公正的，所以他只能传出大量的负面出来，这个生意是做不下去的后来这个1元夺宝这个商业模式就直接放弃了，就再也没发展下去。但2016年以后就没人玩这东西了那么这些天生不受信任的产业怎么做起来呢？对吧？你像这个彩票赌博这些东西，其实有些地方还做得很大呀，对吧？第一个就是提高这个合规的门槛，彩票现在在中国只有国家可以玩，福彩、体彩、足彩，对吧？都是这些地方才可以玩你这个个人或者是机构没有国家背书的，通通都不可以。然后尽量的公开透明这个公开过程，历史获奖的信息尽量公开你积累一段时间以后呢，愿意相信你这个东西公开公正的人就会越来越多。我们家现在周围有一些超市超市门口会挂这个什么七色球还是叫什么球的这种历年的或者历次的这个中奖信息，一帮老头老太太在那儿坐着大家都是围着一张那个打印出来的纸，然后呢画好图表，然后大家坐在下面讨论每天在那儿讨论。后来我们就乐，我说这个你要真能找着规律，你还至于坐在这儿吗？对吧？咱早就把这个奖池掏干净了但是一帮老头老太太每天在那儿聊天，聊得可开心了然后这种天生不被信任的产业需要什么？就是长期的口碑积累你这个一开始上来肯定都不行，你积累的时间越长你这个大家就越相信你可以继续玩下去做老虎机的公司，大家也知道有一些这真正做物理老虎机的公司，全世界没几家好像我印象里最大的就1家，那就是长期口碑积累嘛大家相信它的机器是最好的，然后不可以作弊，或者说相对来说比较公正。因为大家注意老虎机这种游戏在比如澳门的老虎机吧，它规定大概返奖率是97%，就是我们投100块钱进去，97块钱得吐出来。当然未必是吐给每一个人它会有一个根据概率的一个分配的过程，对吧？你只有这样的话，大家才愿意继续玩下去。因为澳门赌场就是基本上1层是老虎机然后上面是这个赌大的东西的事。你如果1层老虎机就让大家把这个信心都失去了，然后把信任都磨光了，那谁上楼去赌这大的去呢？对吧？所以这个老虎机
整个的发展过程，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种东西是可以慢慢的做出来的。最后呢，就是要对出事儿了要重罚，对吧？你不能说出了事儿以后我这个轻轻拿起高高的举起，轻轻放下，这事儿是不行的。就像中国这个人家这个癌症没查出来，最后你罚了500把这个保险费退给你了不是保险费，把这个体检费退给你了，这个就对于他们积累信任是没有任何帮助的。你要在美国，比如这种体检漏检了然后出了事儿以后你要告的话，罚的非常非常重这样大家才会相信说你这个一定会认真的去做的一旦不认真的话罚的是非常重的。这个在我见过的各种行业处罚里，处罚的最重的是什么？其实是审计师，对吧？这个全世界的审计师事务所从6大变5大，从5大变4大，就是他们只要出事儿了，就是一个巨大的审计师事务所就直接就不见了，对吧？这样的大家才相信说我们愿意让你来去审计这个报表，审计完了以后送到上市这个 SEC 然后呢，我们愿意在那儿去买股票，对吧？这个事儿才可以成立，否则的话，这个审计师事务所不是太好做了吗？那么能够解决信任问题，就可以异军突起，不是说这些天生不被人信任的这些行业做不起来如果能解决好，就可以做得特别大解决不好的话，就抬起做陷阱大家等于越做越烂。现在中国的体检行业就属于已经陷进去，而且出不来的一个状态。这次爱康国宾的应对绝对是一个反面典型。行业里边有假体检没有？有这种事儿是，但是正常是不能说的，对吧？你行业里头有假体检你自己还出来讲这事儿肯定不行。中医呢，在这一点就做得很好中医你去问这些中医，说你圈子里有骗子没有？他们会朝你笑而不语，但绝对不说说我圈子里有骗子，对吧？你说这个因为以前我有一些朋友喜欢中医我说我们做中医产业也没问题对吧？但是我们是不是应该先正本清源一下，先把骗子都打一打，咱们剩下的人好好往前走，行不行他说那不行，你一旦把这骗子打了的话，中医就没有信誉了所以必须是和关同尘一起往前走。他是这样的一个玩法。而现在这个上来说假体检这事儿是爱康国宾自己的老板在2018年出来说的，对吧？所以这个事儿第一个他就做错了。第二个就是起诉这个命不久矣的律师这件事儿。做的真的是甭提多蠢了这个因为体检这个事儿呢，你可以说我体检是体检中心，不是医院你该看病你去医院，但是呢，你也是在打一个擦边的一个模糊概念。你的里面的装修是像医院一样，然后里边的人都穿着白大褂穿着护士服，你要让大家相信你是有医疗能力的。那么医疗能力一定要有什么呢？叫医者父母心，你要有同情心对吧？人家都得了癌症，然后都晚期了，骨转移了，要死了，然后说我现在要起诉你，对吧？这个事儿就属于是完全违背了他这个医生的人设他再怎么说我这儿不是医院，你真不是医院，没有医疗能力，谁上你这儿体检呀，对吧？所以这个事儿是跟他的人设是相违背的，而且真缺心眼使用北京市律师协会的套餐做了10年体检漏检了。然后你现在要在北京再去找律师，然后再去起诉这个这位这个张律师，这个我真不知道什么人能想出这样的缺心眼的这个主意来。再往后一个非常反面的传播的点是什么？就是几百块钱就想查出所有病吗？这句话是他最后这个现在在被大家传颂的一句话。这话非常非常的扎心为啥呢？因为现在大家日子都不好过，都穷但是呢，这个穷这个事儿呢，越穷越怕被人说然后越敏感，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要有钱我不怕你说我这个穷，我无所谓，我反正有钱我也不会因为你说我穷，我就这个真的钱少一点没有这事儿包括这个你要看到美女说，哎呀，这姑娘你长得不太好看，人家也觉得无所谓，对吧？这个人家知道说这个我好看不需要你来承认但是你要真碰上了不好看的姑娘，说你怎么长成这样出来了，她肯定跟你急所以这个事儿是有问题的。你在这样的一个经济下行的时代去说你怎么穷对吧？这事儿是有问题的。而且很多人呢使用的都是福利套餐，像我上了这么多年班，其实都是使用的福利套餐，也缺乏信任，也不会去购买这个自费的高规格服务，这个事儿我就本身就不会去干。
那么你这种情况下，你高高在上的说，哎呀，这个你花这点钱还想要什么好服务啊？这不痴心妄想吗？这肯定有问题嘛，对吧？如果几百块钱的套餐没用的话，那这种项目为什么要卖呢？体检行业的收入大概70%多都是来自于基础套餐啊。那你现在讲了这么一个话，这就属于是真的，我得收了你的钱，还说你就给这点钱，对吧？你恶心谁呢？就这么一个状态啊，这个是非常非常差劲的。那么现在啊，他说人穷，10年都几百块钱的基础套餐啊。这个张女士呢，这个张小玲律师呢，还是买过一次这个特色服务的啊。2017年购买了一次特色升级服务，具体是什么项目呢，并没有公开来说，只是呢，爱康国宾出来强调说这个升级服务啊，跟肾脏是无关的。我觉得说这种话就完完全全不过脑子。对吧？你什么意思呢？你那意思就是说你应该每年都买，对吧？你还没买到肾上啊，你这个穷鬼，对吧？每年做了我10年的这个几百块钱的基础套餐，就2017年买了一次升级服务都没有买到肾上，你说这话没有意义啊？是意思不就是强调这律师穷吗？律师其实还不算穷人啊。那到底想不想继续卖你这些特色套餐服务了呢？然后为什么没有让律师去买这个最需要的肾脏的相关服务，然后买了一个别的呢？最后你说，哎。他买了个别的啊，跟我没关系。所以我说这个话的人完完全全是开倒车啊，或者说在里头帮倒忙的一帮人。那么现在这样的话说出来以后，大家再想一想，原来李佳琦是怎么翻车的？李佳琦说：“这个眉笔贵吗？对吧？你觉得眉笔贵，你为什么不好好在自己身上找找原因？你有没有好好工作？有没有升职加薪？对吧？为什么会翻车？这个日子蒸蒸日上的时候，他不会翻车的，大家会会心一笑。但是日子都不好过的时候，你谁敢说我这我肯定弄死你，对吧？所以李佳琦就这么翻车了啊，这个爱康国宾也这么翻车了。然后还有一点特别有意思是什么？就是7月30号出来说我要起诉张律师这个通稿啊，有人去做了 AI 查重，50%的 AI 率，就这个稿是 AI 写的，压根不是人写的。那你说这是不是 AI 的锅啊 ？AI 这个把这个文章写差了。AI 呢，现在第一个确实能写文章了啊，但是 AI 只能在你明确的要求下去写这个文章，你不可能跟 AI 说我现在想给人写一道歉的文章，然后 AI 给你把文章写成这样，这是不可能的啊。就是提示词和一开始的精神一定是人给的。但是呢 ，AI 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就是 AI 在很多细节上和处理上呢是比较粗糙的，没有办法呢保证这个内容的准确。也没有办法保证这个前后的一致啊，这个是 AI 比较差的地方啊。但是现在这样的一个文章啊，50%的 AI 查重率就扔出来了。那你说这事儿有没有正确的处理方法呢？对吧？咱们刚才骂了他半天了。首先呢，行业的问题啊，底层问题咱没办法解决，这是中国特色啊。中国特色永远是这个根本问题解决不了，咱们只能在上面修修补补，或者说要头疼医脚啊。这个就是你生了病让别人吃药啊，一般都是这么干的。首先7月17号这个回应呢，是一个相对比较正确的开始。我先表示同情啊，您生病了，我们很同情您，对吧？要有一个人文关怀在这儿嘛。然后呢，说，哎，我要愿意承担责任啊。这个事儿说完了以后，这个再往后去讲什么呢？说，哎，我这儿这个可能跟我责任关系不大啊，这个稍微甩个半个锅出去，算是一个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开始。如果你到这儿就打住了啊，再往后没有啊，这个其实是没什么问题的，但是可以混得过去。哪怕说人家真告你了，你就打这一个官司啊，打完官司该赔钱赔钱，赔完钱以后签一协议，说咱们私下解决，以后这个不允许出去说去了，这事儿其实都是可以搞定的。其实正常的应该这么干。大家看看前面小米烧死3个人这事儿是不是也是这么干的？对吧？烧死人了，烧死人完了以后，马上出来回应说，我们愿意承担责任啊，我们愿意接受配合，接受配合调查，然后不动了，停了一个多月啊，然后直接说我现在开始发新车了，在发新车的时候再不提这事儿，这事儿过去了，对吧？这个就是属于标准的处理方法。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小米处理的方式就对啊，但是呢，你在这样的一个环境下，你可能这也就是唯一解。在根本问题无法得到解决的情况下，任何公开回应可能都不太会有益处，因为刚才我们讲了塔西佗陷阱嘛，你做所有回应，大家都会进行反面解读的，大家总是觉得官方回应比较慢，对吧？
但是有的时候真的是不回应要比胡乱回应效果还要好一些。当然了，我们今天看到另外一个最二的胡乱回应是什么？武汉大学上来说，这个校长上来说，我要等上级领导的指示，这真的是我没见过比这更笨的回应了啊！第一个，把自己身上的这个锅甩了；第二个，把锅甩到领导身上了，你这日子还想不想过了？按道理说，他应该是为领导这个背锅，领导做了什么指示了以后，他来说，哎，这个事儿我担了啊，这个我决定的这个事情，甭管好还是坏，你们来骂我就完事儿了。啊，他不，我要等领导指示，就是武汉大学这个图书馆这个事儿，对吧？那如果这个做的结果不好，那是不是领导就要背这个锅？那到底谁是你的领导？武汉大学，你上面是武汉市啊，是湖北省啊，还是这个教育部啊，还是谁啊？还是湖北省教育厅啊，还是谁啊？是你的上级，对吧？谁给你的这个指示？最后你做出来的，你这不是结果还没发出来呢，就先准备甩锅啊？这个属于低情商的一个玩法，当然也有可能上级给他的指示实在是他难以接受的，对吧？他也有可能想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向上级施加一些压力啊，希望改变一些什么，但是是以自己的仕途为这个代价来去做这件事啊，这个我们就没法去猜了。那你说到底应该如何应对塔西佗陷阱呢？比如这个事儿已经发生了，到底应该怎么办呢？第一个是不要用反常识的东西来侮辱民众智商啊，就是像理想 i8去撞卡车这种事儿呢，就属于反常识。一个2吨的车去撞一个8吨的车，然后把那8吨的车撞得4轮离地，然后壳直接翻过来了，这就属于反常识啊。第二个，要重建透明度啊，信息完整、可核验、可追溯，这件事是需要的。然后是要有纠错机制，承认错误了，给出一个时间点和改进的计划，阶段性的一个复盘啊，这个是要给出来。但是有的时候呢，这个在国内未必能做啊，咱们再说吧。但是呢，咱们就算是塔西佗陷阱的一个标准解决方法，再找第三方来背书啊，自己搞不定，去找第三方审计来背书来，独立的审计、权威的数据、开放的接口啊，这个也是有效果的。然后呢，要有一致性的行动，就是长期嘛，长期稳定的去兑现各种小的承诺。比一次性的公关更有效果，所以不要去玩运动性的东西啊，就是一直我就这么做下来，日久见人心，在这个解决塔西佗陷阱里头是非常关键的一个点。然后呢，要与公众对话，把解释呢改成共创和共识，提高参与感，让大家觉得，哎，你确实做好了，对吧？要启发他去做这个事情，然后要问责跟补偿都要起来，啊，在这个把代价呢这个内部化，但是体现到一个公平公正上去，让大家觉得，哎，你确实是问责了，确实罚钱了，啊，如果实在做不到上面这些，怎么办啊？这个可能对于中国的很多企业来说，或者很多的情况来说就是这样，上面你说这都挺好啊，这个很理想啊，我们做不到，那也没办法啊，就是控制传播范围，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啊，上法务部呗，对吧？把人家的视频删了啊，然后把这个对方起诉这个下架封号。对吧？这个是现在中国的企业普遍采取的措施了。然后关门小范围的啊进行赔偿啊，这个也是可以的。啊，像我们以前在游戏公司也是这样，有人说哎你这有问题，那这个就看呗，是不是把闹得最凶的这几个人找来，我哎单独赔你点钱，然后赔钱的时候签一保密协议啊，你钱拿了，这个事儿就不允许再出去说了啊，你再出去说我再罚你一笔钱，都是这么干的，对吧？这个也算是一种方式，实在不行，说前面你说这些东西我都没法等。那怎么办？最后一条路叫装死狗啊！你一直装下去也行啊。就是雷军前面就给大家表演了一次装死狗，最后不也装出来了吗？对吧？也没有什么别的这个，这个他最后也不会再回应这事儿了，永远不会再回应这事儿了。然后我烧死了3个人啊，然后这个我的支架系统比较烂啊，这个也就如此了。你再怎么回应，越回应越差，那就装呗，一直装下去，这事儿没准也就混过了啊。所以呢，这就是在中国。啊，我们如何去应对塔西佗陷阱的一个这个很悲凉的一个方法吧。好啊，这个故事呢，咱们今天就讲到这里。这个我来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啊？这个有300来人在跟我们聊天，大家点赞啊！万事开头难，是的。如何评价恶俗违纪？如果高雅人士以暴制暴挂了
杨景元会产生非常恶劣的社会影响吗？这个会啊，就是我呢并不太喜欢这个以暴制暴的事情，但是武汉大学的事情呢，我倒是觉得有一些别的这个场景可以去讲吧。让我再思考一下，如果我能找到合适的点，能够给大家有启示的点，我再去讲这个事儿。这个如果实在找不到的话，那就这样了啊，就大家发发牢骚就算了。让资本家退场，育才学校新校环境争议，家长和校方也是僵持不下啊，这个还不知道是什么回事回头可以去研究一下。我想问一个问题，什么国产的 AI 都喜欢告诉用户大模型的思考方法，而国外的 AI 更加偏向于黑箱思考，请问这个偏差的背后有什么原因因素吗？这个其实已经发生变化了，就是在最早的时候呢，确实是OpenAI 不太喜欢把 COT 发出来然后后来呢是这个在 DeepSeek 的影响下，OpenAI 呢也做了改变。现在 OpenAI 也好，谷歌的 Gemini 这个 Cloud 也好他们都会把这个思维过程给大家放出来，现在都是一样的。只是一开始他们觉得我把这个思维过程拿出来以后，你可能会拿去训练你的模型所以他们藏着掖着，后来发现没用。加油欢迎。然后这个既然没办法解决问题，就解决提出问题的人非常正常的操作。对就是这样的呀。那杭州自来水和天水签也属于是塔西佗陷阱了吧？这个你看这事儿就结束了呀，对吧？这个天水签这个事儿不也就这样了吗？就结束了，就结束了，就完事了。杭州自来水，你看后边还会有后续吗？不会有了。点个赞就走，等会儿看回放也行。10年前把电视卖了没有？我电视还很开心，我电视主要是打游戏用，早就不去那种机构了对，我是已经好几年没去过了。看了武汉大学的论文了嘛？对，这个我觉得是值得去聊一下的事儿。武汉大学的论文值得聊但是这个杨同学这个事儿，或者是肖同学这个事儿就没什么可说的。就假冒伪劣一样墙内法院都是判假冒这个卖了多少钱就赔你多少钱，实际上就是个仅退款嘛，判了就是个仅退款。我之前还行，从来没碰到过推销，可以自己选择时间，不拥挤我是不行，我每次去都给挤得跟什么似的。先肠镜再胃镜，请个泥瓦工这个肠镜胃镜我还都没做过。我也十多年没体检了公司给买的也不会去。这个我一般公司买了我还是会去就是反正有便宜不占是王八蛋嘛。不如挂号验血胸片对，是挂号验血胸片是相对比较好使的。范 Sir 上大学的时候，真的是在本子上手写代码吗？没干过这事儿我从上下学那天开始就基本上不写字了，除了自己的名字之外就不写其他任何东西了。老说中下层的人不爱花钱，你但凡保证花了钱能买来安心，谁愿意这个过这种吝啬的生活？这是真的。你看看301医院里头那排队的人乌泱乌泱的，你看看那些挂专家号的人，你看看那些围着黄牛挂号的人，你就知道了就是大家是需要这种服务的。只是他们没有建立起信任来，大家就不愿意在他们身上花钱。80年代上大学才是手写代码，老范上大学，我已经是90年代，我91年到95年的上大学，我们上去是 VAX 11750我也没用过平板，平板是上初中的时候用过然后这个上大学的时候我们也不用这东西了。体制内的人都是去三甲医院体检，是的，其实三甲医院体检呢还稍微靠谱点。每年大健康是他们。我同事重仓每年死活劝不动，好吧？这种其实没戏这个就属于是在整个的行业里头，虽然是民营里头老大，但是呢70%是公立医院，根本就起不来。跑步回来老范和大家周末好周末好。这个你看看在天津办活动你没赶上
可以了解一下召回率和准确率。哎，这个在体检行业里压根就没有这么复杂的东西。1/1000的投诉率很高了啊，这就没法说了啊，没有横向比较。可悲的是，餐饮业现在也正在走向不被信任行业的路上。哎，餐饮业真的不应该啊，因为以中国这种不干不净吃了没病的这样的一个玩法，你最后把它都玩成这个什么了，就太过分了啊！彩票主要是从88注开始啊，各地方政府就开始时不时来买几十注洗劫奖池了。这个这个是没办法，就是本来呢，彩票属于一个不被信任的行业，想让这个政府的这个背书为他们提供信任，但是中国的政府背书呢，它有时候不是完全正向的吧？我觉得我也只能说到这儿了。现在直播间的抽奖就是1元夺宝模式，对啊，但是已经很小了。原来1元夺宝是专门做 APP 的，做的很大的。问题是国营的彩票也是黑幕啊。这个反正我看到每天老头老太太在那儿去开彩票，开得很开心啊。需要的是可信任的第三方监督，对呀，就刚才我们讲的这4大会计师事务所，对吧？那就是可信任的。不是有句老话说中国是一抓就死，一放就乱，感觉还是得引进洋人这条泥鳅才能整顿一个行业。这个就算了啊，这个就算了。来了，点赞啊，欢迎来了。其实实体这个事儿还是看企业，像我们单位都是去大型3甲医院，还会去，还会有医生给体检报告的这个解读啊，这个看不同的地方，啊，看不同地方。像我以前的那个体检，基本上都是北京有一个叫慈铭吧，然后还是叫慈济，我忘了啊。然后那个爱康国宾我应该也去过。这个没花钱找公关顾问啊，这个我觉得现在呢，就是很多的老板已经完全的觉得自己就是神了啊。今天塔主也来了啊，有一段日子没见着，塔主出去玩耍了。第三方监管是不可能的，第三方监管本质是分权，你让体制自我约束权利，怎么可能啊？这个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吧。所以我说基本的问题解决不了嘛。爱康尽说些不利于人民团结的大实话啊，对，这个但是有些大实话是不能说的。其实公立医院机构体检还行，因为毕竟检测仪器是共享的啊，这个是一方面是这个，另外一个呢，因为公立医院它本身是一个社会，如果你在那里头让护士去冒充医生的话，它整个的体系会崩的啊。小米没有马上回应，小米回应非常非常快啊，那边出了事儿以后就开始回应。回应完了以后呢，就不动了啊，就是我在等这个什么官方的结果啊，我们配合调查，然后就没了。我觉得他们就是不能认错，认错是很难的，我们压根儿就没有认错的习惯，也很难原谅犯错的人啊，这个是这样的。对于他们来说是怎么说呢？如果你改不了，你再认了，那这个就会给整个行业带来危害啊，它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个不知道了啊。我之前听梁文道的节目啊，说自己新冠之前某一年开始，所有事业单位和部门都不再请媒体人给他们培训公关方面，以前他们会找专业媒体人培训他们的公关能力的。那这个事儿就反正大家越来越自信了呗，那也只能是，还是要请专业的培训。那大家都觉得说我们现在唯一正确的有人指方向了，我们这些媒体人啊，或者说他们那些媒体人又不懂这玩意儿。理想那档事儿更二了吧？而是更二的是时候他们的高管还在微博里针对卡车厂商的生命这个冷嘲热讽，感觉就一流氓九流公司。这个事儿呢是这样，就是说，你说他这个视频有没有可能是真的啊？有可能是真的，但是呢，这个里头会有一个问题，就是中汽研这个第三方中立机构呢，
现在就属于生死存亡了。对于理想来说啊，如果这个视频是假的，他完全可以推出去，说这是我请第三方机构给我做的，我也不知道，我也不懂，对吧？这事儿他可以推出去。但是对于中汽研来说，那是一个中汽研应该是个大国企啊，或者是个事业单位那么个东西，他是要脸的，他是不可能说我把这事儿认下来的啊，所以后边这个只能这么一直挺下去，没办法。这一套原则好像是敏捷开发啊，这个还不算敏捷开发，敏捷开发是另外一套东西。体检中的胸部 CT 检测还是很准确的啊，几毫米的结节，这个要看。其实像 CT 啊这个东西，我宁肯是去301做去。领导开门啊，你上车；领导的秘密你瞎说，领导的小秘你瞎摸啊。这讲的是什么？不知道啊。老范，你关注国产游戏明末引发的舆情吗？啊，这个没关注。啊，这个对于它到底是个什么游戏不知道。一般结节都是良性的钙化啊，2、3个月之内就不长就没事了。是的，这个像我当时测的时候，好像是甲状腺还是哪儿，这个反正也是有啊，这个当然都有。后来也没有什么变化，也就这样了。我还记得2020年开始，很多公司不仅裁了这个投融资部门啊，还裁了公关部门。也行吧，那咱们就这样呗，对吧？降本增效，那就干呗。明知雷军的尿性啊，为啥还一头扎进去小米汽车的怀里？我觉得呢，有些人没法理解啊，就是说雷军不好，我就要讨厌雷军的所有东西嘛。我买了小米汽车，我就必须要认可雷军所有的东西都是对的嘛，对吧？这也太二极管了吧？何必呢？对吧？包括华为啊，我其实挺讨厌华为的，但是华为做的很多东西其实做的挺好的，这事儿我也承认啊。有些东西我会去买华为的东西啊，这个没毛病啊。我干嘛把自己限制死呢？对吧？这个会把自己的路越走越窄的。所以啊，不要想说，哎呀，你看雷军有这样的一个错误啊，雷军做的摸的所有东西都是臭狗屎。这个你跟文革的时候那种革命小枪有啥区别啊？杨景元最大的问题是最后发的那个赶尽杀绝的内容把路走死了。如果他沉默不说话，这事情都不至于发酵成这样。这个呢，他其实说不说话意义也没法去假设了啊。现在呢是一个男女对立非常严重的时期，对吧？那么他说任何话，可能都是如此的。而且呢，这人有的时候他就陷入到这个语境里去了。这个事儿发生的时候呢，我跟我太太还讨论过这个问题，就是你要想反诉他，这个事儿第一很难啊，因为他呢没有报警，只是做了民事诉讼。如果在中国想去判这个叫做就是诬告罪的话，你必须是刑事诉讼，情节严重才可以诬告。如果是民事诉讼的话，就跟诬告没关系啊。然后呢，你可以去告他这个损害名誉，但是呢也很难，为什么呢？他只要说我不是故意的啊，我真的认为你做了这件事情，啊，我确实从主观上一直是相信啊你在这个叫做什么性骚扰啊，那么他就不会有问题啊，就是最多就是说，哎，这个最终可能有一些事实认知的时候有一些出入也就完事了啊。我不是说我明知道你没有犯罪，然后我非要去啊，明知道你没有性骚扰，我非要去说你啊，你这个事情是没有办法的进行这种主观上的自由心证的。所以你基本上告不赢他，对吧？他最多属于说这个人属于得理不饶人啊，这个人属于一个恶人啊，这个事儿你可以判定，但是你没法判定他真的有罪啊，他是这样的一个状态。我也关注了啊，建议老范针对明末做期节目，但是明末这个事儿，我还得重新学习一下，特别是这个游戏我本身没什么兴趣，感觉热度降下来会比较声音小的处理几个人。就像是这个鼠头鸭脖啊，对，就是这样的，就是先耗过去再说，耗个2年，然后耗几个月再说呗。先点赞啊，欢迎。Figma 昨天大家发财了吗？啊，Figma 其实我一直这个用的很少啊，我是因为我一直是程序员，就是我写的这个界面都是这个做好了这个 layout 排列就完事儿了，基本上不怎么用 Figma 这种东西。一个游戏行业老范比较熟悉，另一个相对不那么敏感，他那还是挺敏感的啊，因为
他去讲这个明末为什么只杀汉人不杀清军这个事儿，还是有点小敏感的，对吧？几百元你想查什么啊？做个造影，咋着也得5000啊，这个它确实很贵。现在其实在医院直接开这些检查并没有那么贵。慈明啊，慈应该念这字应该是念明吧，还是记？我现在搞不太清楚这字念什么。全国大中城市都有连锁啊，这个反正我应该是在这家做过几次。CT 一年做2、3次差不多了啊，这玩意儿辐射量不低啊，这个我几年做一次就可以了，没必要一年做2、3次，有点太多了。理想可以说尊重第三方检测，但是他们的高管在微博上冷嘲热讽，这个没办法，就是你在你一个公司的语境里头，你就会相信这件事儿是对的啊，这个是没有什么办法的。我父母是公务员，他们跟我说过，政府是不会轻易道歉的啊，这个是肯定的。如果政府承认错误，就跟党章中的这个始终代表最正确的道路相互冲突。这个怎么说呢？党有时候还是要这个有一定的威严的啊。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是什么呢？改不了的错误你就别认啊。如果你说这事我认了，认完了以后能改，那你去认去啊。如果你最后改不了，你认了还犯。那你只能是损害自己的名声啊，损害自己的这种公信力，所以这个时候就确实不能认。诬告不会成立的啊，没有捏造事实，这个它就叫事实认知不清嘛，它就不叫捏造嘛。然后啊，这个第三方检测也不一定靠谱啊，因为这家不听话，可以换一家，这是这样的呀。像我们以前对付安永的方式也是这样的，安永上门审计说你这个账有问题，说你要么给我处理掉，要么我去换普华永道，对吧？就是这么干的。这个真没办法，现在啊，国内无论是公立还是民营企业，头头们的脑子里都是一根筋，即使在口头上也不能输啊。这个，哎，反正是有些问题吧。武汉大学是啥事儿刚来啊，没补前面。武汉大学图书馆呢，在2年前出过一个案子，啊，某一位应该是女性的法学研究生，啊，看到对面有一个大一的男生，啊，这个在身上抓挠吧，那个男生其实是有湿疹，然后呢，他就在这个男生旁边做了1个多小时的拍摄，啊，拍完了以后呢，去举报啊，到学校里去举报说这个男生对着他进行性骚扰啊，的意思就是那男生去自卫了。然后呢，这个学校呢，也没有听解释啊，然后就是要求这个男生去道歉。这个男生呢，还真的去道歉去了，啊，道歉完了以后呢，这个事儿呢本身就过了啊，也没有报警。后来这个女生呢又想着觉得不爽啊，然后又把这男生给起诉了，民事诉讼。诉讼完了以后呢，这个事儿就会很慢嘛，拖下来。啊，然后这个男生呢就开始这个，叫做什么呢？第一个在学校里有个处分啊，然后第二个呢就开始这个准备自杀呀，搞什么这些事情，人基本上废了。男生的应该是姥爷吧，就直接气死了，然后爷爷呢是气植物人了，大概就是这么一个状态。然后现在2年过去了呢，这个最后法院宣判了啊，说这个男生有湿疹，然后他们整个的这个1个多小时里头。没有这个语言挑逗，没有这个叫做肢体接触，然后也没有这个过激行为，不构成这个性骚扰，大概做了这样的一个判决下来。判完了以后呢，现在大家就不乐意了，说你必须给这个男生平反。结果这个武汉这个女生，因为当时她是硕士嘛，现在已经到香港什么浸理会什么大学去上博士去了，法学博士，还过了法考的，对吧？这样的一个人就开始蹦了啊，说这个我要怎么样，然后这个我现在前途一片光明，然后这个男孩你就废了啊，大概是搞了这么一个事情。这个主要是因为口供和录音证据的比重太大，说错一句啊，这个之后再详实的证据都没有办法自证清白。其实这个前面那个订婚强奸案其实也是这样的啊，就是他自己认了，这事都没法整。对吧？前2天啊，就整个这一件事情做完了以后吧，就是这个武汉大学这个事儿做完了以后，现在呢，大家的普遍认知是这样，就是对于男孩来说，第一个不能认啊，就是不能怂。
这个男孩之所以当场就怂了呢，也是他们家里的教育有问题。他妈就属于是只要是跟女孩有关的事情，这个男孩出事了就打，打完了跪在地上打，对吧？是这样的，估计他们家就属于是受过，他妈应该受过伤害吧，大概是这样，所以给这小孩从小留下了心理创伤啊，在遇到事情的时候就会承认错误，就会缩，对吧？这个事儿是不对的。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该坚持的时候要坚持啊。这两天还有一个讲的是什么呢？就是有一个律师出来去做了一期节目，他说我的当事人啊，这个我们嘱咐他了啊，你去做的口供的时候，人家问你什么，一定要想清楚再说，千万不要瞎说啊，也不要这个拍脑袋说，一定要想清楚说。然后最后在口供上签字的时候要仔细读，然后跟你说的东西是不是完全一致，如果完全一致了，你再去签字，对吧？然后呢，后来他再去见这个人的时候，因为中国不是说只要警察问讯，你这个律师必须在场啊，警察经常会在律师不在场的时候问讯，然后呢，他就去问这个当事人说怎么样了，当事人说我现在呢就这个遇到这样的一个问题，他们给我拿回来的这个口供呢跟我一开始说的不一致啊，或者说跟我想表达的意思有出入，然后我拒绝签字，拒绝签字呢，这个当时问讯的警察就非常的愤怒，然后最后说让你的管教来收拾你，啊，他本来以为要挨打，但是最后也没有挨打，然后那个字儿呢也确实没签，所以呢他就讲说，在现在这样的一个状态下，就是进去了，口供是这个当事人唯一能够掌握的证据，所以一旦是对自己不利或者跟自己说的不是完全一致的东西，啊，有威胁或者有什么这样的，就坚决不能签字，打死也不能签，签了基本上就出不来了。我的意思是，理想针对卡车商的公告，可以用尊重第三方检测这样的话术回应。哎，这个理想这帮人真的没有那么明白啊。慈济是台湾的啊，那应该是慈铭啊，慈铭。老范这就人云亦云了啊！明末被某些群体最大的诟病就是游戏中的四川至始至终只有大细菌没有清军，然后就被明粉和清粉两边死啊！这个，因为他这事儿本身我就没有太关注这事儿啊，到底是发生点什么东西，其实我也不是特别关注啊，听了一耳朵，我也懒得去研究。别激动啊，我的意思是，小米汽车在发生事故之后也不回应，那我们作为消费者怎么才能知道小米公司到底，有没有去调查，有没有修复 bug，有没有优化辅助驾驶？小米到底会如何防止同样的事故发生？我觉得，这个是正常企业最需要回应的，这你就二了吧，这就彻底二了啊！事儿要干，话不能说啊，这个才是正常企业真该干的事情。小米呢，比如这一次懂车帝的碰撞测试了以后，啊，懂车帝的智驾测试了以后，他能干的事儿就是我把系统更新了啊，做 OTA，但是绝不出来回应你，对吧？这就是小米干的活。你在这个时候，像华为怎么回应呢？无语置评，完事儿了，对吧？你跟他去撕是没有意义的，对吧？人跟猪去这个决斗，猪可以得到乐趣，人只能弄脏衣服，所以你回应不清楚的，你只能陷入到自证的这种无限循环里去，这种事儿不能回应，对吧？这个不能说因为他不回应啊，他这车就有问题，这个就属于真的稍微有点幼稚啊。商战就是这样啊，死道友不死贫道啊，是。生育补贴的话题讲了吗？啊，3600每年的补贴是否倒退出今年出生人口不足600万啊？这个出生人口到底是有多少？其实我们也不知道啊。这个要看统计的数据，你信不信？对吧？他统计说我是600万，你信吗？统计说我有1000万，你信吗？其实你也不信，所以这个事儿没有任何意义。这其实也是一个塔西佗陷阱的问题。不一样啊，毕竟不是竞争对手。家用车和这个他们其实有时候就是除了自己，其他人都无所谓，是吧？这个就是小集体主义都是这样只有我自己啊，我老板是天，其他都是那样
给男的记过了啊，保研资格被取消了，评优保研都给他取消了。这个法学院的同学啊，找社会实践嘛，这是什么人啊？这个就反正没法整了啊。而且像他这种人，就是通过了法考，真的，这种人未来成为法官啊、检察官、律师，还是挺瘆人的。把事情做绝等于堵死自己的退路啊！但是很多现在我们就在把事情做绝啊，对吧？从上到下都在把事情做绝。塔主看看他的论文更搞笑啊，可以做一期。对，我是准备根据这些论文做一期啊，这个还是比较有趣的。我通过香港朋友的13手消息，这个女生目前正常上学啊。对，她香港的这个大学，因为她这个博士本身就不需要考啊，就是应该是推荐啊什么就去了啊，然后看吧，看后边怎么处理。但是现在要求的是，武汉大学取消硕士点儿，取消硕士这个自我评审的这个资格。对吧？然后呢，要取消这个女生的学籍。那如果武汉大学两害其这个相争取其轻的话，就可能把这女生的学籍，比如本科和硕士学籍给她取消了。那没有硕士学籍的话，那这个他后边香港这个博士的这个培训就没有意义了。信誉其实最昂贵的，是这样的，信誉非常非常昂贵，但是我们现在就把这些东西都踩在脚下。这个事儿真的是说不清，所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有湿疹要赶快治，这个有好多治不好，这个没办法。在我看来，明末已经在制作后期及时刹车了，甚至就是架空历史。但是当下的舆论背景下，挂着明末的名头，游戏里有历史人物，就逃不脱某些人群口诛笔伐的命运。从那个角度就跑不了。明末这个事儿，反正我压根就没买也没打，不知道。男的之前应该是有湿疹的，女的也不是善茬啊，这女的绝对不是善茬。有些人呢换个座位就完了啊，他呢在那拍了1个小时的视频。这个你像那个重庆地铁偷拍案，那个叫追风小叶吧，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结果，2年了3年了，辞了工作，对吧？这事压根就没有任何结果。那中国的这个像很多的事情就是这样啊，现在武汉这个能给判出一个结果来已经非常不容易了。那个地铁偷拍案那事儿就根本没法搞。小米不回应是对的，调查过程汇报是政府该做的事情，企业掉进舆论漩涡，无论输赢都是输，是这样的。老范说这个道理正好就是明末的困境，开发者越出来说话，舆情就越大，还不如该退款退款，该补偿补偿，制作人别出来说话，对，就这样就完了，就别出来说。那个女学生去祸害香港司法界了啊！她没有，她法考应该参加的国内的法考。等会儿，这个女生是诬告嘛？啊，这个从法律上说不算。浸会大学啊，保送没有撤销吧？现在还没有啊，这个武汉大学还没有做出决定。按法律讲不是诬告啊，没有捏造事实。而且它不是刑事诉讼啊，只要不是刑事诉讼都不是这个诬告。但是论文真的很水啊，这个现在是大家真的抓住了。那个女生因为诬告成功而被这个没有直接关系啊，就是她呢告成功了，其实也不算成功了吧，就是拖下来了。至于保送跟这个事儿是不是有关系，咱们就不知道了。按学术失信处理，直接撤销学位，然后按照学术标准，博士计划也就终止了。但是问题是什么？现在把他这个导师下边各个学生的论文都扒出来了，都特别烂，对吧？我不知道文科生的论文是不是都是这么写的啊？这个因为我自己没有学过文科，这个真的是，这个如果往下扒的话，他这个导师可能会彻底的废掉啊，然后他导师的所有学生可能都会有问题。我到学校群里看看啊，看有没有其他信息。反正我不是法学院的啊，这儿有个武汉大学的，塔主是武汉大学的，完蛋了。他是经管学院的，论文却像社会学的，
不到2年去法考也比较可疑啊，这个倒还好啊。本科是武大的吗？这个不知道，我们只知道他的硕士是武大的，本科3本的啊，那好吧，他就不是武大的，本科是甘肃一个民办3本。没有啊，你看本科不是啊，这个回头我再查吧，因为这个事儿我没查。我觉得在 AI 时代，然后我们可以在知网上把所有的论文都扒一遍，而且这个成本很低，所以呢，这可能是一个值得去讲的新话题啊。这个其他的，我觉得这个事儿就没什么可讲的了啊。那么今天也讲了1个小时25分钟了，我要稍微的休息一会儿了。这个明后天的话可能会休息啊，因为昨天开车开回来的时候感觉还好，但是今天的感觉已经不是那么好了。这个让我稍微的喘口气儿。好，那我们就如此吧，咱们大家周末愉快，再见。